迎来到巧造咖，我是巧儿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水晶焦糖布丁蛋糕。这个甜点呢很特别，因为一口咬下去可以吃到3种口感，有 QQ 的焦糖、端端的布丁跟松软的蛋糕。那这甜点呢，看起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其实每一层呢，在制作的时候都有它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主要呢是温度的掌握，还有就是食谱分量的拿捏。那待会呢，我有保留我在试做过程当中发生各种的怪奇事件，像是烤出来布丁孔洞太多，或者是脱模的时候焦糖不小心融化了怎么办？只要掌握好这些诀窍，其实这个甜点呢就会变得蛮简单的。那这一集呢，保证也是干货满满。其实跟所有的影片一样，每一集我都是用心制作。所以如果你还没订阅巧造咖频道的话，赶快按下订阅钮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欢迎来到焦糖布丁的怪奇事件展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保留在试做过程当中发生各式各样的奇怪的布丁蛋糕。那有些人已经被吃掉了，所以留下来呢是我特别觉得要跟你们分享的。那第一个在选择上的时候，那个模具的选择啊，最好呢是要选这种比较窄然后比较高的模具，像这个。如果你用比较宽的模具呢，做起来就会看起来比较塌，像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布丁一样。然后它颜色有点怪怪的，是因为一开始我本来是想要做咖啡口味，所以它颜色就比较深。然后上面那个黑点点啊，是新鲜咖啡豆的咖啡渣哈，所以不是什么发霉之类的。那后来呢，我觉得咖啡的口味跟这个鸡蛋布丁的口味不太搭，所以我就还是决定要做原味的，后来改成蜂蜜布丁的口味，所以这颜色的关系。然后一开始你看到这个布丁上很多孔洞，对不对？这个的原因就是在烘烤的时候那个水位不够深，因为一开始我用这个模具，然后我的那个烤盘也比较浅，所以水位不够深呢，导致烤的时候那个温度太高，布丁就很多孔洞，所以待会在烘烤的时候会特别提醒大家。然后第二个蛋糕呢，你会发现，它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，原因就是它的布丁层跟蛋糕层几乎厚度是1:1。那我发现这个蛋糕呢，要做起来好看，就是布丁层要比较厚，然后蛋糕层要比较薄。所以待会呢，我会在一开始教大家怎么样计算，就是看你手边用什么模具，然后你那个布丁食谱要准备多少，因为这样子呢，待会在做的时候才会很顺利。所以那个食谱一开始的计算很重要。那第3个蛋糕呢，看起来颜色比较浅，其实配方都没有变。那它的原因就在于，脱模的时候没有脱模好，没有泡热水，然后它的焦糖层粘在模具的底部，没有跟着一起脱离下来，所以导致它的颜色比较浅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颜色的话，你也可以这么做。那这个的话呢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它其实已经接近就是我最理想的成品的90%了。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蛋糕层太薄了，尤其是它翻转过来之后，那个布丁层其实会有点压缩它的蛋糕，所以如果蛋糕层做得太薄，最后几乎就看不到。那吃起来呢，口感也没那么均衡，因为吃到很多布丁没有吃到蛋糕，所以这个的话呢，就跟最后这个成品我有在做一些调整，就是我把蛋糕层给加厚，不然这个的话其实蛮理想的。那待会的话就跟大家分享最理想的焦糖布丁蛋糕制作方式。今天使用不锈钢保鲜盒 Coolizang 的玉玺6号来做蛋糕，那水浴法的时候就用下面这款略大一点的玉玺7号。一开始来做焦糖冻，那会使用到吉丁，所以呢，准备冰块水，把吉丁片呢泡进去约5到10分钟，让它吸水变软。接着来煮焦糖，在小锅里面加入砂糖、一点盐，还有水，稍微转动，让水分呢淹过砂糖。
开中大火，煮到呢糖上色，然后最后我们希望呢是呈现一个琥珀色的颜色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然后准备热水，焦糖煮到我们要颜色之后呢，就关火。淋入热水，这时候会有产生大量的水蒸气，大家要小心一点哦。稍微搅拌均匀，让它自然放凉。要放凉到呢大概60度左右，再把吉利丁片拧干，加入我们的焦糖液中。因为吉利丁片呢，如果温度太高，可能100度的话，它的效力就会减弱。那这个比例呢，是我实验了好几次，最后这个成品呢做出来是入口即化，不会那种 QQ 的咬不动。那进冰箱冷藏约10分钟，它自己就会凝固了。我们的焦糖层已经凝固，我们现在来做布丁层。那布丁的话呢，因为我自己在算这个布丁层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它比它蛋糕厚一点点。那我不希望我的布丁的备料太多或者是太少，所以我会先计算我的容器的体积。那我的容器的长宽高分别是14乘以9，然后高度的话我会抓大概7分满，所以是4公分。然后算出来就是504立方公分。我今天给的这个食谱呢，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体积去来计算的。那你就看你手边的容器的大小，然后跟我这个去对照，把食谱做乘或做除。那一个大原则就是，当你倒完这个布丁液的时候，大概是这个容器的7分满，然后最后做出来的那个蛋糕比例就会看起来很漂亮。下一个要做的是布丁层，那这个布丁层呢是蜂蜜口味的，非常浓郁好吃。它的配方呢是3个全蛋加上1个蛋黄，蛋黄比例越高，那个布丁做起来的口感就越浓郁，会越像布雷的感觉。在蛋液里面加入砂糖跟本次的主角蜂蜜。冲入热牛奶，这个步骤呢叫做回火 （tempering）。那它的用意就是让蛋液慢慢升温，可以帮助布丁凝固。做出零毛孔的布丁的秘诀之一就是过筛。过筛的话呢，把一些杂质啊，还有气泡给滤掉。我习惯呢会过筛2次。为了怕布丁液太热，把刚刚做好的焦糖冻给融化了，隔冰水让它冷却降温。接下来是做蛋糕层，这个蛋糕呢是戚风蛋糕，蛋白跟蛋黄分开。牛奶跟奶油一起微波加热，蛋糕呢继续延续我们的蜂蜜口味。稍微打散之后，加入融化的奶油跟牛奶，筛入低筋面粉，搅拌到看不见粉就可以了。然后打发蛋白，蛋白起泡之后就可以加入1/3左右的砂糖，然后接着呢就慢慢的分次加入砂糖。
打发到湿性发泡，拉起来呢有小弯钩，约是8分发的状态。用低速回一下，让气泡变小，蛋糕的组织会更绵密哦。为了让搅拌呢更均匀，然后更好搅拌，取1/3左右的蛋白霜，加入我们的蛋黄锅，让蛋黄锅呢比例变轻，再将它全部倒回蛋白锅，然后整体搅拌均匀。那要注意呢，面糊要保持在充满气泡、浓稠的状态。那我们的蛋糕面糊就完成了。取出我们在冰箱的布丁液，还有我们的模具。倒入布丁液约7分满。蛋糕面糊呢，可以倒到满模。因为蛋糕面糊本身比重就比较轻，所以它自然呢会保持在上层。然后准备热水。那烘烤这个蛋糕呢，一定要用隔水加热的方式来烘烤。倒入热水，小心呢不要倒到蛋糕。虽然呢我有倒到一点点，不过还好没影响。热水的厚度至少要有2到3公分。用150度烘烤50分钟。之后降温120度烤25分钟。看看我们家的贝狗在干嘛？这个小子很爱撒娇，自己呢明明有床不睡，他每天啊半夜都会跑来床上跟我们急。烤了1个多小时，终于可以出炉了。如何知道蛋糕熟了没？就稍微碰它表面，感觉一下，如果会回弹呢，表示布丁层已经凝固，就表示可以了。让它自然放凉。蛋糕要冰至少2个小时，完全冷却才能吃，所以要再忍耐一下下。它可以直接挖着吃，完全 OK， 或者是呢多一步脱模。脱模的方式，用抹刀绕一圈，让蛋糕分离。然后用刚刚我们水浴法那个模具，再倒入一点热水，放进去数个4到5秒，马上拿出来哦。然后拿一个盘子，翻转，让蛋糕自己脱模。这时候如果蛋糕没有自己掉下来怎么办？不要急，给它一点时间，你可以拍一下底部，然后接着呢相信地心引力，大概再等个30秒，蛋糕呢就会掉下来了。为什么特别叮咛只能在热水里面泡个几秒钟呢？因为太久的话焦糖冻就会融化。最后的成品是不是超美的？有闪亮透彻的焦糖层，然后非常 Q 弹，一点气孔也没有的布丁层，加上很轻盈的蛋糕，整个蛋糕呢轻轻一碰就会晃个不停，端端端端端，一次可以享受到3种口感的水晶焦糖布丁蛋糕。那吃的时候呢，焦糖冻啊跟蜂蜜布丁都是直接在舌头上化掉了，非常的入口即化，然后配上很松软的蛋糕层，像我这种喜欢吃多层次口感甜点的人，这个蛋糕我给高分。以上就是本周水晶焦糖布丁蛋糕的分享。这次呢，我用长条状不锈钢保鲜盒 Cootie 掌来做，但是你手边呢有什么样的模具，圆的啊、方的啊都可以做哦。那食谱的分量以及这个蛋糕它在制作上有一些陷阱藏在哪里，秘诀呢我都写在部落格文章内，连结在影片叙述内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按赞加留言，是支持我最好的方式，谢谢你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